我们继续讲《人类新史》这本书。格雷伯和温格罗这本书的一大看点是用考古推测历史，甚至可以说是刷新历史。我们熟悉的历史一般都是有文字记载后数千年间，人们把那些建筑推倒又重建，重建又推倒，还发现那里的手工艺水平时高时低，反复变化，就知道那里的人们曾经在聚集生活和分散生活之间变来变去。没有文字记录，连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都没有提到过那些事情，但是考古证据明确告诉你那里发生过事情。以前的历史学家都是玩文字游戏，现在的历史学是一门循证科学，而你发现考古发现的历史远比文字记录的传说更神奇。现实是，我们从文字中知道的事儿，不但不是历史上发生的全部的事儿，而且不是全部的大事儿，甚至不一定是主流的事儿。咱们就拿中国来说，过去这几十年间，考古学家给我们描绘的中国历史是以前的人所无法想象的。一提起中国历史，人人都会背诵一句尧舜禹夏商周，春秋战国乱悠悠。可你知道吗？直到1899年，也就是大清光绪25年，有人在河南发现甲骨，学者们才确认商的确存在，而不是一个传说。是后来考古确定商的2个都城位置，无数片甲骨反复出现历代商王的活动记录，我们才坐实了商是怎么回事。从民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，甚至一直到2000年以后，还有很多学者质疑夏的存在，认为夏也许只是一个传说。为啥呢？因为商的甲骨里从来没提到过夏。这很奇怪，你是商灭了夏才成立的，怎么从来不提夏呢？我们不知道。是考古学家不断发掘河南省西部的二里头遗址，学者们才越来越相信夏真实存在，而且就在二里头。二里头最早是建于公元前1900年，是一座很大的城市，有宫殿，有贵族，有青铜技术，比日本那些建筑遗迹高级多了，只可惜挖了这么多年也没找到文字。但是你看一看二里头遗址在几百年间的演变过程，正好能跟商连上。有城市你就有文明底气，日本那种只能算史前村落和聚集地。是因为有了二里头，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才一下子推到了公元前1900年，我们才坐实了4000年实打实的文明。而这还没算完，在现今的山东省还有2个面积超过300公顷的聚落遗址，这么大基本上也可以叫城市，一个是两城镇遗址，一个是尧王城遗址，它们大约形成于公元前2600年，这就一下子把中华文明史又往前推进了700年。现在我们可以四舍五入说，中国有5000年文明。那你说这个两城镇和尧王城对应的是哪朝哪代呢？是尧舜禹吗？那里发生过什么故事呢？我们统统都不知道，但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对后来的二里头、对商有什么样的影响。考古发现还带给我们一些困惑。在今天陕西省神木市有一处叫石峁遗址，是一座占地超过400公顷的大城，始建于公元前2000年，比二里头还早。石峁人掌握复杂的工艺，会铸造青铜，还使用玉器。他们有巨大的宫殿，还有涉级而上的金字塔，所以应该是个王国。但是中国的史书上对石峁没有任何记载，关键在于石峁是位于北方，是靠近蒙古游牧民族的地方。那时候的中原连夏都还没有，为什么中国会在那里有个大城？它跟中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？我们还是不知道。从石峁往南，在山西省襄汾县境内有一处大约跟石峁同时期的陶寺遗址。现在有学者推测陶寺是尧的都城。注意前面说的那个尧王城并不是尧的都城的意思，是那个地方自古以来就叫尧王城。陶寺始建于公元前2300年，最初是一个村落，后来变成一个60公顷的小镇，后来成了280公顷的城市。陶寺有个观象台，而且发现了早期文字的痕迹，可以说在当时是个很高级的文明。考古学家可以一层一层地分析遗址，推测这里在什么年代发生过什么事情。陶寺发生过一个特别的事情，成了《人类新史》这本书中逻辑链上的一环。本来陶寺有贵族，有王权，有占地2000平方米的宫殿区，还有贵族专属墓葬区。而就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，陶寺突然发生了巨变，城墙被摧毁，主要功能分区不复存在，平民住宅区扩展到全城，甚至把宫殿区变成了垃圾场，把精英住宅区变成了石质工具作坊，
贵族墓葬也被毁坏。中国学者认为这是一次有意识的政治报复行为。也许平民起义把整个贵族阶层团灭，然后进入一种无政府状态，陶寺陷入了崩溃和混乱。格雷伯和温格罗对这个说法提出质疑，因为陶寺城并没有从此就毁掉了，甚至还在继续扩大，从暴动发生时的280公顷扩大到公元前1800年的300公顷，而且仍然很活跃。如果是无政府状态，是崩溃和混乱，怎么能200年都那么繁荣，那么活跃呢？所以格雷伯和温格罗认为，陶寺发生的是世界上第一场有证据的社会革命，也许是平民联合起来取消了王权统治，建立了一个共和国。这有点尧舜禹的政治文明精神，但是中国史书和传说中从来没有这一段。我们只能说，真实历史比传说更有意思。陶寺发生过的革命，在公元300年的墨西哥的一个大城叫特奥蒂瓦坎也曾经发生过。那一次有更多证据，是真的建成了共和，让平民的生活都因此而更好。这一讲的主题是，有城市是不是必须就得有社会等级和官僚统治？传统学说认为，采集狩猎者都是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的，需要亲缘关系的纽带。比如著名的邓巴数理论就认为，我们的大脑只能容纳跟最多150个人有熟人关系。所以现在虽然生活在城市里，其实接触的大多数都是陌生人。邓巴数不见得不对，但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，你已经知道，不论是上古的先民还是近代的原住民，过的都是1年2制的生活，也就是有时候以小群体的形式出去打猎，有时候则是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生活。他们的活动范围比我们大得多，而且大部分时候并不是只跟亲人在一起。其实他们身边大部分人都不是亲人，这很像我们。能跟陌生人友好相处，是人类相对于其他灵长动物的特长，因为我们有想象的共同体。城市就是个想象的共同体，采集狩猎者也能建立起城市来。传统学说认为，农业革命先制造大量的粮食剩余，再结合以发明轮子为代表的新交通手段，才能让那么多人定居在一起形成城市。而要管理这么多人，就必须有官僚制度，有作为暴力机关的国家政权，有王权，而且你需要文字做记录。现在这些说法都被推翻了，不用说别的，2里头就没有文字，照样搞得很好。考古发现，早在公元前4000年，地球上就已经出现了规模超过1万个人的聚落，相当于最早的城市。它们是怎么出现的呢？我们知道12000年前，上一个冰期才结束，地球变暖，于是冰川开始融化，大陆上多了很多水。一开始大江大河的线路都没固定，水到处乱走。到公元前5000年，河水的走向才开始固定下来，人们可以靠水而居。特别是在大河的入海口，肥沃淤泥沉淀的速度超过了海水冲刷的速度，形成了最好的湿地。人们就在这些湿地附近聚集起来，也许弄个宗教场所，也许不需要，就这样建立城市。你采摘也行，在家门口养点羊也行，搞搞种着玩的农业也行。资源是足够的，生活是容易的。只要你对这个聚集点有精神归属感，你就可以长期住在这里当市民。考古发现，这些最早期的城市大多都很平等。当然你不能说绝对没有王权，但这里有个不对称的标准，那就是要想证明一个地方实行不民主的王权专制制度，那很容易，只要能找到宫殿和贵族墓葬就行。但要想证明这里实行民主共和制度，那就很难了。你只能看看大家住的条件很平等，大致推测他们的政治生活也是平等的。格雷伯和温格罗在书中考察了3个远古先民的城市遗址，证明城市不一定非得有王权，市民可以是平等的。这3个地方代表3种平等，一种是咱们每个人都跟每个人不一样，所以谈不上谁高谁低。公元前4100年开始，在乌克兰黑土地上出现了一些能容纳上万人的大规模定居点，就属于这种平等。那些遗址的造型很独特，文稿里有张图，你可以看到所有房屋围成2个嵌套的大圈，从外向内发展。每个遗址有上千个房子，每个房子都是大约5米宽、10米长的长方形屋子。这些房子被分成小区，每个小区中间有个房子，可能是公共会堂。但是城中间并没有任何宫殿或者宗教场所，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。考古学家可以查看每一家里都有些什么东西。
结果是每家使用的餐具和酒具都不一样，包括各种陶制品的艺术特色也都不同，或者还有各自独特的家庭仪式。这里的人显然都很有个性，过的不是集体主义生活。我们可以想象邻里之间会有各种互助，但似乎不需要特别的组织。第二种平等是所有人都尽量一样，代表例子是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一些城市遗址。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有巴比伦王朝，有苏美尔文化，而这里说的是更早的没有王的城市。那里每家每户用的东西都是标准化的，干个什么公共的活，比如修建宗教场所，全都是全民一起参加，而且大家都当作是个节日。他们有巨大的公民议事厅，也许大部分男性都要参与，实行参与式民主。就算有个名义上的王，各个城区也肯定是实行自治。第三种平等比较奇特，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分等级，但是在政治事务上平等，至少对某一群人是平等的。代表是印度河流域，公元前2600年建成的，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境内的一个城市，叫摩亨佐达罗。我们知道印度有个种姓制度，把人分为从高到低的4等，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吠舍和首陀罗。它的分类原则不是看谁钱多、权力大、谁地位高，而是谁更洁净。你距离污染物越远，地位就越高。摩亨佐达罗那个时代似乎也是如此，城里的人们分成上都和下城2个区域居住，有钱人跟普通人一起住在下城，住在上都的都是些禁欲主义的僧侣，也许跟公元前500年佛陀生活那个时代的僧侣差不多。要点是这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的痕迹，大事很可能由上都僧侣集体辩论决定，如果僧侣无法达成共识，就投票表决。你可以说这是一大群人的集体领导，但这不是专制。我认为你容易理解为什么城市可以实行共和民主。古希腊的每个城邦都是一个民主城市，罗马曾经是个共和国，当然他们都有贵族有奴隶，不能说是平等的。关键在于，正如我们前面讲过赫拉利所说，真正限制民主的其实是信息技术。如果你要统治一个特别大的疆域，那么因为信息传递能力有限，不足以组织全国范围的讨论，你就不得不搞成帝国。人数不是问题。人类新史这本书中反复强调的精神，是一群人总是可以选择自己的社会组织方式。罗振宇老师最近在文明节目里讲，中国统一而欧洲分裂，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地理环境更有利于统一，而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选择维护统一。只要技术不反对你这样做，那就一切都是人的选择，而不是历史的必然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